撞撞，人间一趟难免会沮丧，就当疼痛都是假象。嘿，就狂奔去远方，摘掉那些无聊的伪装，去把每一种希望都绽放。Running 歌也曾在黑夜中彷徨，也曾被轻易的遗忘。Running 歌给世界看我的欲望，记住我此刻的狂妄。Running breakdown， 遍体鳞伤，紧握着所有倔强，做自己的王。Running my girl， 皮肉可刚，我用梦想打破束缚的边框。Running 歌对难过总是很健忘，在我的人生中长闪盛放。怎么办呢？怎么了，金一？一人嘀咕什么呢？哎呀，记住了，你来的正好。你说怎么办呀？这钱总跟于总因为我的事儿跟曹总吵起来了，怎么办这？吵起来了？Lisa， 你说的很有道理。哎呀，一山不容二虎啊，还都是母的。不是这怎么办呀？你走吧。走。哎呀，两家公司现在刚刚合并，的确需要开源节流、整顿资源，所以曹总，金一不在您的后续计划之内，我非常理解。不过呢，我听说子公司腾达那边也在招人，金一很熟悉业务，与其外聘，不如把他调岗过去。李总有这个想法，我非常理解。但裁员决议是人事部经过专业评估的结果，我是不会带有任何个人情绪的。我相信在这点上，李总跟我是一样的。那也就是说 ，HR 对于外聘人员即将产生的时间成本、试错成本，以及是否符合宁总的战略规划，都已经报备给总裁办了，是吗？当然，如果李总需要，可以让 HR 现在进行分析。曹总，所以我依然认为，调岗是最好的决定。您觉得呢？我怎么觉得曹梅的反应不对？不管怎么样，金一呢是我亲手召见横行的，是我们一路打拼过来的伙伴，我不可能让他流落街头。至于曹梅嘛，咱们就战术上重视，战略上藐视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一切应该就能迎刃而解。话是这么说，但我总觉得他就是故意让你解决不了问题。不会吧？咱们来关顶是来工作的，又不是来演宫斗剧让他开心的。再说，咱们两家公司合并，后续发展的路还长着呢。八卦一句啊，当时老狐狸的传闻不是传得沸沸扬扬的吗？我也是最近才知道，宁总在关顶的合伙人不只是马豪，还有未婚妻呢。又怎么了？你说，曹梅是不是因为个人感情因素才故意针对你啊？我是助理总裁，职位比他高半级，加上你我呢，又突然分走了他好多职权，他恨我也正常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另一个层面，感情方面的，你懂啊？瞎说什么呢？我之前又不认识他，怎么会有情感仇怨啊？我去给你买瓶水了。喂，干嘛？哎，卢少，宁总的随诊记录你找到了吗？找了呀，白天我就找了，哪儿都没找到。
我明明放在箱子里了。哎呀，那算了吧，等我回去我找吧。那个，王医生从国外回来了，让我这几天等宁总有空约个时间去见见他。眼下呀，宁总这记忆是恢复了，骨折也好了，就是这心里吧，是得抓紧时间随他吧。有道理啊，我最近也觉得他奇奇怪怪的。反正虽然没什么用，但还是去看一下呗。是不是啊？自从他和丽蓉联手收购了恒星，解决完公司的危机。哎，不对，自从他收了李潜做助理总裁之后，哎，整个人就，哎呀，那种感觉怎么说呢？就是，所以说你也觉得我哥现在有一点针对李潜，隐隐约约有这个感觉。那就对了。我哥他现在啊，就是公报私仇呢。啊？哎，你是说，宁总把李潜放在压曹梅半头的位置上，不是为了提防曹总，而是为了报复李潜？两个都是吧？哎呀，哎呀，什么毛病啊？宁总，哎呦，您什么时候回来的呀？从你偷偷诽谤高管的时候开始。宁总，我哪敢呀！我是重复卢少东，卢少东。李潜之前那么对我，我不该让他知道后果吗？您说的对。你刚才说李潜跟曹梅不和，到底什么情况？宁总，您是不知道啊，刚才咱办公室那是针尖对麦芒，一触即发呀。结论？啊，钱总4两拨千斤呐，外聘转内调，把他的手下平移到子公司去了。他要是在职场是那种任人鱼肉的小白兔，那也配不上做官兵的助理总裁。啊，李总，我看你好像很喜欢吃鱼，厨庄上刚刚上新的，我特意多打了一份，跟你一起吃，你不介意吧？不介意啊，谢谢曹总。刚才的事呢，你别介意，我这个人就是这样，在跟曹梅怎么过去了？对事儿不对人，所以就这么言笑晏晏的结果，行不行？曹总多虑了，欺负我家老李，干嘛去你？咱们俩都是给老板打工，立场不同而已。那你是没见过老李发功，发人工。你知不知道，之前啊，他在我们恒星团建时，大家一起玩的那个说话气死人阴阳师大赛，这钱总可是得过冠军的。他呀，可是宗师级阴阳怪气的高手。其实说真的，程明招了你这么一个得力干将，我是真的很替他开心。曹总谬赞。不过呢，像宁总这么以自我为中心的人，居然能将开心这么重要的情绪交由你来管理，我看还是曹总更得宁总的信任。我这个干将啊，实在够不上斗力。这鸡皮疙瘩都要掉下来。你这么说也没错，可能是因为我们之前订过婚，所以他对我比对别人会更多一份信任吧。原来是宁总的前未婚妻啊，曹总，失敬失敬。能不能请你帮我一个忙啊？我真的求求你了，帮我在宁总面前多美言几句，让他有空别整我了。你说我吧，职位听着再高，不过也就是一介打工仔，就是混口饭吃。他好歹也是一届总裁吧，整天揪着我的小辫子，怎么回事啊？你可能不太了解程明，程明他这个人呢，一直都是这样。我之前也劝过他，他对所有人都是这样，没有针对你。所以李潜，你真的不用放在心上。我是没有放在心上，我就怕他把我放在心上。曹总，我吃好了，您慢慢吃啊。再见。走吧。
那老妖婆说什么了都？口蜜腹剑，绵里藏针，一茬接着一茬，完全不给我喘气的机会。每家公司都有这种热衷斗法、不爱好好工作的人。虽然说见怪不怪了，但现在2家公司处在合并磨合期，一大堆事儿要处理，还搞这些。他后面的事儿呢，你能不掺和就别掺和，尤其是马浩留下的那堆烂摊子，比如顾兰那部分冻结的股权。怎么了？可是我已经按照曹梅的意思，把和解文件发给顾社。什么时候？昨天。人家毕竟是副总裁，法务总监的位置是交出来了，需要我配合工作，我总不能置之不理吧？算了，之后呢，你就多听意见，少下决策，省得回头尽被冤枉过。好的，钱总，走吧。爸，爸爸今天来是有什么要事要交代？关顶的钱，你是有打算要回来？现在有丽蓉托底，要是在这个时候完全撤出，恐怕才是对我们不利吧？难不成你还要等到马浩的事情结束？案子总会水落石出的，何况现在情形对我们顾氏有利，关顶会为了阻止我提出诉讼，用额外的条件来换。我觉得可以趁着这个机会。但李静凡是个老糊涂了，你怎么也跟着犯浑呢？是小叔又向您告状了吧？是，我拒绝了他那个项目，回报率高的吓人，提供的资料真实度严重存疑。总之，关顶的事情如果处理不好，爸，是不是不论我做什么，您都不会满意？距离内部财报还有3个月的时间，你好自为之吧。爸爸，有个事情得跟您报备一下。按照您的意思，我和李琛过2天就订婚了。不过照现在这个情形，您说这婚是定还是不定啊？毕竟，我从小就被您送去跟李家兄弟同一个学校，去同样的国际夏令营，这一笔投资不用是不是太可惜了？爸，要不趁现在李家还有油水，咱先捞着，回头要是不行了，我立马离婚。怎么样？女儿很乖吧？顾兰，爸，我后面还有个会，没时间陪您了，要不您先……告诉关顶，拒绝和解条件，我要起诉。林总好，有事找我啊？别勉强自己对我笑，把令纹都加重了。林总，您最近折腾我，好像很开心嘛。反正你有锁死器在身，横竖跑不了。对敌人进行降维打击报复，确实对疏解仇恨之很有帮助。我能建议您成熟一点吗？介于不能任由你在公司内野蛮生长，我觉得不能。就是因为你之前对我的那些栽培，你不觉得公司的人对我的态度都很奇怪？尤其是曹梅，你就不能管管她？我觉得你是不是对公司的上下级关系有什么误解？
什么时候助理总裁可以指挥总裁了？好，那我问你，为什么利用我架空草莓，单纯对我打击报复，用不着这样吧2间公司并购整合，做人事上的合理调整是顺理成章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好，既然不是这样，那咱们之前的事情就翻篇吧。之前的事儿，错误我也认了，道歉我也跟您说了。您再生气，前一阵的捉弄我也该到头了吧？往后我呢会做一个踏实的好下属，咱俩谁也别招惹谁。说这话之前，我想请你先反思一下，到底是谁先招惹谁的？哼，真新鲜，都是成年人了，怎么就过不去了呀？过去了不代表事情就不存在。宁昌明，你干嘛？想干什么？宁成明，你对我没有感觉，并不喜欢我。我之前是骗了你，可是你也没有真的爱上我。相反，你现在很讨厌我，不是吗？之前的事情过去了就是过去了，大家别再翻旧账了，成吗？你以为你给我道歉，我就一定要原谅你吗？况且你这算什么道歉？别说你不接受了，我原本也不想为这件事情说对不起。日常谎话连篇到心安理得了。不，我只是不想因为曾经骗你，却真的爱上你这件事情感到抱歉。放心，都已经过去了。你现在并不在我的脑容量里，所以老板，我非常诚恳地邀请你把我当成一个普通员工，礼贤下士一点，好吗？我的地方什么时候轮到你说了算？那你可得收着点儿，毕竟我也不是什么小白兔。喂，娘娘。哎，你姐是不是拒绝了与关鼎的和解呀？之前马浩坑了他，他股权冻结，想要止损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不过现在不是李叔支持着关鼎吗？他没有必要扛着呀。对呀。要不你帮我打听打听你姐那边什么情况？哎，别，我这好不容易刚从恒星脱身呢。再说了，我现在各种躲着我爸妈。你说我现在这会儿回去，那不管是什么理由，都有可能再出不来了。我还听说，我爸最近又跟几个叔叔鼓动着，在给我姐施压呢。最近啊，宁成明在公司里各种对李浅公报私仇，我怕关鼎这事儿又压到李浅头上。你说你要是闷不吭声的帮了他这个忙，他是不是一念旧情，就不生你的气了？还真是，哎，娘娘，你这一点你提醒我了啊。行，我想想办法。哦，对了，我还有一个事儿想请你麻烦。啊，那个，我现在有点事儿，我先挂了啊，回聊。哎，喂，话还没说完呢。我只是不太明白，为什么到现在才开始感觉到对于情绪认知的恢复？我刚才看你的状态，的确和之前有所不同，咱们最好尽快见一面。宁总，您找我？恒星接下来的规划我看了，做得不错，跟七委沟通一下，继续落实。老狐狸这是乖乖接受了我的和平共处5项原则，怎么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儿？您确定这个没问题？怎么，重写习惯了？
硬要说，我觉得你可以把第2年度 Q1的节奏稍微放缓一些。哎，不，好，我明白了，我这就去找齐飞。等一下，接下来的工作任务有整合公司内部项目预算进度、裁员的具体执行案，还有新供应商的筛选。告一个。太闲了，亏我先做了功课。这仨原本全是曹梅负责的。宁成明啊，宁成明，我岂能被你再当强势？怎么？有困难？岂止是有困难啊，宁总。哎，宁总，那什么任务啊？别关心那些你搞不定的事儿。你说说看嘛，我看未必哦。我劝你最好还是别知道，别到时候做砸了，让我给你收拾烂摊子。哎呀，给我看！干什么？哎呀，给我看看嘛！哎，干嘛？宁总，哎呀，给我看看！宁总，哎呀，看一下！我警告你，你可不要后悔啊！哎，喂，给我看！宁总，哎呀呀！宁总，进来。宁总，您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出去。啊。怎么样？哎，钱总，你怎么过来了？李总，怎么，我不该来的？李总啊，时间差不多了，人都到齐了，那我们开始吧。前2天呢，顾氏拒绝了我们的和解。李总，今天来旁听顾氏拒绝和解的对策讨论会，对此也感兴趣啊？这莫非是曹总您负责的会议？不然李总觉得是谁负责的呢？你吗？哎呀，这说来说去都怪宁总不好，交代任务呢也不说清楚，搞得咱们俩还互相误会。那接下来你是想继续留在这边旁听呢，还是为了不打扰开会，自觉的出去呢？顾氏拒绝和解的对策讨论会由助理总裁李潜负责，相关人员需向李潜汇报。怎么回事？这是？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不敲门？你故意的是吗？是你自己挑的工作任务。那我作为老板，当然要照顾下属的积极工作态度。宁长明，我说了，别搞我。你看前任和前前任在职场宫斗很欢乐，是不是？虽然我完全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但是能够看到你气急败坏的样子，确实有点意思。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干嘛？你住手！疯女人，你给我冷静一点！冷静，就你也配？闹够了没有？没有，是你违反约定找李静凡收购恒星，现在还要当我的老板，每天日常报复我也就忍了。现在你一而再再而三，欺人太甚，真当我李潜是纸糊的是吧？你这叫以下犯上，你知不知道？你给我撒手！我就撒手！是啊，之前是我骗了你，你是缺胳膊了还是少腿了呀？我骗你身还是骗你心了呀？你再怎么不服气，你折腾我大半个月，你该满意了吧？干什么？告诉你，想让我满意，差得远呢。宁长明，你放手！不放！不放手！啊！放手！神经！哦，别疼！敢这么对我？你以为我不会吗？宁长明，以前不要这么幼稚好不好？真行幼稚了，放手！你放手我就放。林总，钱总，你们。放手！二位，我提示一下啊，殴打总裁
或助理总裁，那可都是要受2级行政处罚的呀。出去！好。你先给我松手，听见没有？凭什么我先？你先。先。3声，我们一起放手。 3、2、1。你放手！气死我了！程明这个骗子、混蛋，真是气死我了！谁呀？我。你来了。哎呦。你看到没有？你看到没有？我这日子没法过。哎，我收起之前的猜测，我也觉得也许老狐狸是真的在整我。我觉得你用词有误，他不是也许，就是在整我。哎，对了，顾兰拒绝和解，有可能还有一个原因。 之前把他车划了，给他结了梁。那完了，这事你也没法参与了。唉，我又得想新招了。与其说是异常，倒不如说我觉得你正在恢复正常。你最近有去看过你姨父姨母吗？他们知道这件事吗？我还没有想好怎么跟他们说。我恢复记忆之后，脑部确实没有出现什么其他异常，只是突然能够明白很多事情。是情绪认知方面的。就像我姨父之前教我的，人为什么会在某种特定的情境下表达一些情绪，又或者喜怒哀乐分别对应了什么？曾经不太能够明白的那些，好像突然之间就明白了。这种病症本就属于情绪认知损伤，童年时父母的非自然死亡对你的影响。 是触发的重要因素之一，而后车祸所产生的逆行性遗忘，让这个因素暂时从你的意识中消失了。按理说，你应该有一个引导者，对方近来对你做了一些干预行为，就像咱们以往做的那种康复训练 ，TAR、SCIT、SCST 之类的。3微笑，2、1。 你是说恰好有人给我做了这种干预行为，所以我现在好了？你家族中没有明确的精神病史，你病症的产生本就属个例。眼下虽不能100%确定，但的确是非常显著的恢复进展。那为什么我有时候会突然觉得很开心，然后在下一秒又会觉得很生气？最近会频繁地感到生气？对，就是会气到心砰砰跳那种。 一般是在哪种情况下？在跟欺骗我的女人相处的时候，就她之前骗我说是我的未婚妻，然后我恢复记忆之后，头一次感觉到了这种被欺骗的愤怒。当然了，在我报复她略施小惩之后，我也确实是蛮开心的。只是我不太明白，为什么她说以前曾经真的爱过我，然后现在又不爱了之后。 这个地方会气到砰砰跳。我接下来没有别的预约了，你可以详细和我说说。李总在吗？哟，你也在啊？李总。 工作汇报完了，我先走。你不要。曹总，这是这是一些情况分析表和总结。这种小事儿，怎么还劳烦您亲自过来呢？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对了，钱钱，你和宁总是不是有什么过节啊？ 没姐，我呢是浩然大学毕业的。宁总之前在浩然大学当过经济学教授，大3时做过我的老师。怎么说呢？他可能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对我这个不太成器的学生看不顺眼吧。
只是因为这个问题啊，哎呦，那程明他也太小题大做了。他呀，从小就有情绪认知障碍，因为这件事呢，几乎也没什么朋友。以往他在公司对别人也都相当的苛刻，但很少有人知道，这都是因为他生病了。情绪认知障碍？对啊。你今天说得到了些草莓的消息。传闻马浩约着开曼银行的一个人在一家高档餐厅吃过饭，后来我让纪委也去问了，发现曹梅也约对方在那家餐厅吃过饭，这说明啊，两个人很有可能是在同一个地方开的账户。但是这个不能作为决定性的证据。可是足够可疑了，我顺着这条线继续捋一捋，还会有新发现的。哥，这不得不说啊，你查内鬼的这个设计思路，倒还挺清奇的。怎么清奇了？今天齐伟可都跟我讲了，关顶是非常的热闹。你今天和李潜龙争虎斗，互不相让，用李潜架空曹梅，气得对方脸都要绿了。这样呢，你既能报复李潜，还能打击曹梅，用前任打击前任。一箭双雕，你这招真行。但我有一点小疑惑呀，哥，这么损的招你是跟谁学的？这不像你能想出来的呀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说这么损的招你跟谁学的？不是前面那句？用前任打击前任，一箭双雕。怎么了？你的意思是，只要我打击报复李显，就可以逼曹梅暴露自己？要不我说哥啊，你太不了解女人了。女人因为自己喜欢上的一个人而产生的嫉妒心，它的威力是等同于原子弹的。到时候甭管什么理智，全部给你夷为平地。我个人认为啊，不代表医学论点。你这个情绪吧，它可能不是单纯的生气，你应该是喜欢对方，但对方呢并不在意，就可能因此产生这种气闷的感觉。懂了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李潜他并不是想要骗我，而是真的喜欢我。从小就有情绪认知障碍，但因为很少有人知道，这都是因为他生病了。喂，老何，不好意思，这么晚打扰你休息啊。你媳妇儿是不是还在2院做心理医师啊？我就是想打听点事儿，是不是有一种病叫情绪认知障碍？不然呢？何以见？你想啊，你每天这么挤兑人家，换做是别人，早就想给你投毒了。但你看人李潜，虽然说是有一点小情绪吧，但是你交给他的任务，他每一件都给你超额完成的，是这样的吗？那也可以理解为他是欺骗我，然后心中有愧了。你要偏这么说呢，也行。但就是我好心劝你啊，适可而止吧。你别到时候想去兜人家就兜不回来了。有一句话叫什么来着？追妻火葬场。你平时都不出门的，这上哪学的这些东西的？我是不出门，但我每天我上网，网上也教啊。那个我也总看。回来了，被李显拖着加班，都饿了吧？我这就做饭啊。李显在公司啊？啊，应该还在。你给他钱啊？哎，哥，干嘛去啊？
哎，齐伟啊，我哥这最近话是不是有点太多了？这个面部表情还有情绪，比以前丰富了可不止一点点。哎呀，岂止丰富啊！除了性格依然挑剔，嘴依然狠毒，其他的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。这恋爱可真是法力无边呐！那我给你剪。你敢？做饭去。习惯了漫无目的，写无意义的字句，仿佛被幸运遗弃。为什么遇见了你？是不是命中注定？那些纠缠和不安的情绪变得有诗意，好像沉入了海底，好像星光的孤寂。我的生命中最好的回忆，只因为拥抱你。不再追忆着过去，不管未来的意义。最好的时光就是现在，别去猜所谓结局。